我即将要飞去墨西哥城，而且是自己一个人来到了墨西哥城最大的传统市场。哇塞，这怎么吃啊？这很大，这个大taco。吃到一半，刚刚那个很好心的墨西哥人，他就拿了一个果汁给我。墨西哥人怎么这么热情好客？这个就是全拉丁美洲最大也最古老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堂。是墨西哥鼎鼎大名的皇家艺术宫 ，Churro 的当时的发源地，好东西都要排队。Hello， 大家好，我是飞妈。我其实是2个礼拜前就把机票给买好，所以其实算是还蛮赶的。那为什么突然临时决定要一个人旅行呢？因为近半年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算是经历了我整个人生算是一个最低潮的时候吧，状况就是变得非常不好，所以想说改变一下心境，改变一下环境，算是一个散心之旅吧。那加上自己其实之前就很想独自一个人旅行，之前有自己一个人到香港过，可是那个时候是香港有地陪朋友陪着一起玩，所以也不能算是一个人独旅。那这一次就是真的自己一个人到完全语言不通、完全环境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下个月我即将要满40了。从3走到4，我的心情还蛮复杂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可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吧，所以呢，应该要好好的庆祝。所以我就提前送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好，那既然决定要飞出国，那为什么要决定墨西哥城呢？因为只有短短几天，如果是飞亚洲或欧洲的话，时差还没有调过来，旅程就结束了。所以呢，目标就是定在美洲。有想过北上去育空或者是阿拉斯加，也有想过去加拿大的东部。可是冬天呢，实在是太冷，我不想虐待自己。那美国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也有考虑过，只是想想我难得一个人自己出来旅行，就想要去一个文化跟语言都不同的地方。那加上我又特别喜欢墨西哥的一些文化，他们的饮食，还有他们的一些历史遗迹，时间也只差2-3个小时，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我的第一次独旅就献给了墨西哥城，直接到当地体验他们的人文风情，而且要吃爆他们的 taco。我是12月27号去，31号回来，赶在跨年的时间回来。但其实跨年对我来说，已经从我的字典里面给移除掉了，因为有小孩子，什么叫做跨年？那我是希望旅程结束之后，我能够以不一样的心态来迎接这个全新的一年。我马上就要登机了，所以晚一点墨西哥见 ，Let's go。好，1秒钟之后瞬间来到墨西哥城，大家早安！我现在就在墨西哥城的一个 hotel 里面。昨天到旅馆的时候是已经凌晨2点左右的时候，所以弄一弄睡觉，今天早上就被不知名的声音给震醒、吵醒，所以我现在整个人就是没有睡饱，但是没关系。现在看到有这个太阳，大太阳来迎接我这一天，把这个拉起来。把这窗户打开一下，这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打开到这一边，怕人家掉下去吧，因为这边没有窗帘。这就是从我房间看到外面的样子，可以看到整个墨西哥市的市景。所以今天在墨西哥城的第一天的行程就是去他们的市中心走走逛逛，去他们市集那边看一看，顺便去找点东西吃。好，我的 Uber 车来了 ，Hola。我们来到了墨西哥城最大的传统市场，然后刚刚那个 Uber driver 人很好，要我随时紧盯，随时注意周遭。这边小偷还蛮多的。我说这个地方比我想象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好像有点太传统了。这里是墨西哥城自17世纪以来最大的传统市场，横跨好几条街区，巷弄通道错综又复杂，走在这里就像在走迷宫一样，就是要迷失在这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好新奇，哇塞！这个生肉直接摆在这。我穿梭在拥挤也热闹的街道之中，一边闪躲着来往车阵，一边搜寻有没有卖吃的摊位。好啦，哇！走着走着，肚子实在很饿，来到了一家卖食物的摊贩，语言不通就只能比手画脚啦。经过了一阵鸡同鸭讲，这时候来了救星。感谢这位好心的小妹妹帮忙翻译跟推荐食物，总算搞定我的早餐了。当地人来解救我。What's your name? Monse? Kati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What is that? Cheese, Spicy cheese. Oh, muchas gracias. 这介绍的这个3明治还挺大的，我一个人可能吃不完，我吃半个就好。
，gracias， 还给我盘子吃，加了一点 cheese， 然后有一点鸡肉啊，知道有一点辣味，还有酪梨。它这鸡肉是炸的耶，那我上次用炸的，所以鸡肉皮是脆的，还不错啊，味道还可以。我刚刚走了一圈都没有看到卖什么喝的，有水果，想说能不能请他帮我打水果汁，没有，要卖我一整颗的水果，怎么可能带得走？吃这个会挺干的。老板娘其实是也有卖咖啡或茶，可是我不想喝咖啡或茶，我等一下还是得要去找一下，看看有什么好喝的没。吃到一半，刚刚那个很好心的墨西哥人帮我翻译的墨西哥人，他就拿了一个果汁给我，芒果汁，因为他知道我想要找一点东西喝，要多少钱他就说不用，他就免费送我。哦，墨西哥人怎么这么热情好客？想来喝。哦，现在 taco 开始卖了。接近中午时刻，人潮渐渐变多，各个巷口也越来越繁忙，有卖蔬果、卖杂货，看到这种五颜六色的花椒。还有卖各种干货和传统街头小吃。我走在这里，让自己享受此起彼落的叫卖声跟喧闹气氛，同时感受着墨西哥城特有的活力。现在看到吃的东西都在这，才刚吃饱，肚子里装不下东西，只好望梅兴叹了。哎呦，我的妈呀，塞车了！多少？这个传统市场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人超多的。那我现在进到他们这个室内。这是类似肉松的东西吗？我很常看到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cheese 还是面团之类的，就这样卖。我的天哪，这里人真的是太多了。好了，我说这里卖肉的也太多了吧。走着走着，方向感早已迷失，就这样东窜西绕的走了一阵子，总算走出了这个迷宫般的肉类专卖区，还看到擦鞋的服务啊，然后又迷失进了另一个地方。OK， 我又不知道我走到哪里了，这里好像卖肉的比较少。家里有小孩，你就会不知不觉的走到这一区。这里是墨西哥版的中药行吗？卖的其实都是豆类跟他们的香料类。虾米好大哦，你看，这是他们的酱料吧，可以自取的，这么酷哦，超大的这个，超黑的，有卖仙人掌叶，这个可以拿来料理的。他们是他们做玉米饼的方式吗？超热耶，他们这整个膨胀哎，我膨胀了。这边还蛮流行这种机台的耶，墨西哥人现在还蛮热衷这些游戏的，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哎。Uno, 35, 1, 2, 5, 6, 哦，还让我试吃，不错，很嫩。3, OK， 刚刚拿了一堆的料要我试，反正他叫我加什么我就加什么，他问我有什么我就说好，都要。哇塞，这怎么吃啊？直接这样，超大。Adios。哦，好多汁哦。它的肉是很嫩，可是味道不够重哦，我觉得还是有点清淡，就是辣跟嫩。吃完这一餐是真的饱，这里撑到晚上了。再次饱餐一顿后，我离开了这个传统市场，继续穿梭在数不清的市集摊贩之中，往市中心的广场方向走去。这个市集真的太大了，我逛不完啊！我现在要走去他们的市中心那边，我要去看他们的古迹。墨西哥城真的好热闹，无所不在的市集真的是一整天也看不完。喜欢逛街买便宜货的朋友，可以多预留一点时间给这边哦。而当看到这个美丽的国家剧院，也代表我的目的地快要到了。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大神庙博物馆的门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里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从外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遗址。那这个大神庙遗址是当初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 Tenochtitlan 主要的神庙，也是文明的中心。希望我没有念错啊 ，Tenochtitlan。建立的由来其实跟一个传说有关。据说当时阿兹特克人呢，他们被他们的神明给托梦，说要去找一个老鹰停在仙人掌上面的地方来建立他们的新家园。所以当时阿兹特克人在1325年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然后看到有一只老鹰就停在仙人掌上面，还吞下了一只蛇。他们便选择在这里建了他们的新首都，所以现在的墨西哥市其实就是建立在当时阿兹特克他们的首都的这个建筑的废墟上面。然后现在这边还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模型，来呈现当时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的样貌。
而西班牙人在征服这座古城之后不久，大神庙的几乎所有石材也都被拿去建造不远处的大教堂。前面那个就是罗马大教堂，它旁边在整修，旁边都围起来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进去，我到前面看一下。哦，有啦，还是可以进来。它虽然在微笑，还是可以进来的。OK， 各位，我们现在进来了。这个就是全拉丁美洲最大也最古老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堂。来到里面，不自觉的就神圣庄严了起来。这个墨西哥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座堂所在地，是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建造的第一座大教堂，用来作为殖民和宗教权力的象征。挑高的天花板、无数的艺术品和宗教遗物装饰着每个角落，侧面共有16个小堂，每个都专门奉献给不同的圣人。金光闪闪的祭坛更是镶嵌着各种高贵华丽的雕饰、画作和圣像，让在下面看着的我，除了哇之外，还是哇。这里就是让你免费进来的，可以看得到有些人就是还是会进来做礼拜、祷告什么的。我跟你说，刚刚去的那个大神庙遗址，我是付90块进去他那个博物馆里面，那值不值得看呢？我觉得它很可惜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遗址里面很多地方都被封起来了，不让你再走过去。当然，它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很多的文物，对于非常喜欢研究历史文物的人呢，我觉得是很值得进去一看的。可惜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博物馆里面珍藏的文物展示都是用西班牙文，没有英文，所以很多都看不懂。你当然是可以用手机翻译啦，但是一个一个翻译呢也挺麻烦累人的。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石头的人的话，那你是可以进去看一下，不然我是觉得在外面待着看一眼就好了。墨西哥市的宪法广场这边现在还有3棵大大的圣诞树，圣诞节才刚过，所以还没有卸下来。墨西哥宪法广场是世界最大广场之一，四周包括国家宫、最高法院和大教堂在内，是许多节庆、集会和公众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在这里可以体验他们神秘的宗教祈福仪式，有一种草药味，也可以欣赏到阿兹特克舞者的表演。人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只是星期4，可是你看这个人潮，好像大家都不用上班。前面这个美丽的建筑就是墨西哥鼎鼎大名的皇家艺术宫，这个在墨西哥的明信片上面很常看到，也算是墨西哥市的一个大地标。这个艺术宫是墨西哥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建于20世纪初期，目的是为了庆祝建国100年的纪念。里面展示了墨西哥的艺术品和文化遗产，是许多艺术家和表演者的重要演出场所。我来进去看墨西哥的 7-Eleven 里面卖些什么。这是硬的 grilled cheese， 摸起来是脆的，这么特别。然后这是他们 7-Eleven 专属的辣豆的零嘴，卖1-2包，带回去尝试一下。我特别推荐这包辣凤梨干，甜中带辣，很好吃哦。他们也有卖饭团芒果口味的，这是日式照烧的鲑鱼的，这个是什么啊？烧肉。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墨西哥很多都是玉米卷，什么都要卷起来吃，连他们的 cheese 也要用 ham 卷起来。吃吃看这一包。哦，这豆好硬啊！吃到最后就有点重口味，因为它粉都在下面，酸酸辣辣咸咸的。墨西哥的街道，他们好像很缺垃圾桶，他都不设置垃圾桶的。我走到现在，我没有看过一家公家的垃圾桶。我这个吃完，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丢现在前面这个上面有很花俏的这个装饰的建筑，它就是在墨西哥城市算是很有名的网红的烘焙店。在温哥华的墨西哥朋友特别介绍我一定要来这边看看，也是一堆人啊。他们这边有很多果冻蛋糕还有这些造型，卡通造型，还有很多的饼干啊，他们都是现做的，现卖。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景象，大家都把托盘都往头上撑，人实在是太多了。我若要买的话，我得要好好的排队。种类真的很多，又都是西班牙文，选择障碍。我其实也不知道要选什么，我就选了2个顺眼的。天哪，好多人在排队。那个队伍到底在哪里？我根本就找不到了。我也只能这样撑头。我懂这家为什么是网红店了，你看他们的包装有多精美。我拿到了，因为只有少少的2个，所以我是用这样袋子装起来，它没有特别的包。OK， 我现在来尝试这个，我是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料啦。它是海绵蛋糕，可
可是它外面上面这一层烤得好脆哦，还不错啊。好，我现在来吃另外一个，这个完全就是个谜，不知道里面包了什么内馅，外面硬硬的，很像法式面包哦。香料味、大蒜味，我这才咬第一口，我知道里面的馅，好像没有馅呢，就是法式面包嘛，大蒜味的法式面包。这个切小块，然后沾油、沾酱，应该是不错吃的。我是直接这样啃，我整个买错了。说到墨西哥，大家通常会想到的一些食物，除了 taco 之外，不外乎就是 churros。我现在来到一家，据说是 churro 的当时的发源地，就是这家餐厅。好东西都要排队。这家店出名的当然就是 churros， 但我看它旁边好像也有卖一些 tacos， 就咸食料理，看起来好新鲜可口。当然肉桂粉的，发现。我印象中 churro 是比较粗一点的，这家的做的是比较细，吃起来口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细一点的口感。而且都是刚炸好。我看到有一些人一次都买6条、8条、10条，把它当一正餐吃了。我看太阳快下山了，所以我等一下再走一走，我应该就会叫 Uber 回到旅馆，要休息一下。我已经走了一整天，腿已经快断掉。我明天有 book 一个 tour， 所以要很早起来。我凌晨4点、5点大概就要起来，所以我今天要早一点回去，早一点休息。哎，我现在旁边看到这个，我想尝尝看，一个小小的，我应该还是可以吃得下。Chicharron， una， 吃吃看。它这个玉米饼的味道很浓厚，我很喜欢。他问我要加什么料，我就通通说好。所以里面有 cheese， 有香菜，然后加了一些辣酱，一些洋葱，这个也挺不错吃的。好，大家早安，说是早安，但其实现在天色还是很黑暗的。我们现在凌晨6点，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呢，叫 Teotihuacan， 它算是墨西哥的35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另外一个墨西哥很有名的一个世界7大奇迹之一，叫 Chichen Itza。我们等一下就要上游览车过去。通常我是不太喜欢跟团的，那这一次我找了一个英文导览的旅行团。想说可以多了解一下当地的那边文化、古迹跟历史，不像之前去大神庙，有很多东西就是跨国。希望等一下一切顺利。好，各位，我们现在进来了 Teotihuacan， 然后现在是跟着导游走。一进来，最先映入眼帘的是 Teotihuacan 的其中一个宫殿，被认为是祭司的住所，可能也是宗教仪式和政治活动的场所。古阿兹特克人运用火山岩石来建造神殿和金字塔，并且使用泥土和石灰浆等材料，用来填补石头之间的空隙，来稳固建筑的结构。之后再彩绘或雕刻装饰在平滑的表面上，而里面的壁画和雕塑描绘了各种神话和宗教场景。建筑风格和布局也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阿兹特克住宅，具有中庭、多个房间和走廊等特点。旁边一出来就能看到广阔的广场和最主要的月亮金字塔。What you look in white color。 这时就有专家示范给我们看，古代人是如何用植物跟昆虫来做颜料。OK， 我现在在的地方就是 Teotihuacan， 它主要的广场叫 Square of the Moon， 后面看到那最大的金字塔叫做 Pyramid of the Moon。曾经这些所有的小小的金字塔，包括这个大金字塔，都曾经有神庙在上面，那历久风衰，所以那些神庙都不见了，但是金字塔都还是保留了很好。Teotihuacan 被称为神之都，拥有众多的神庙、宗教建筑和仪式空间，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宇宙和神明的崇拜。巅峰时期的人口估计有20多万人，是古时候最大的城市之一。里面最著名的建筑包括月亮金字塔和太阳金字塔，是城市的中心地标，也是宗教和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太阳金字塔更是全墨西哥第2大、世界第3大的金字塔。好，我们现在正一路走到最后一个 pyramid。然后我们从刚刚最主要的那个金字塔，就是 Pyramid of the Moon， 一路走过来，走这条叫 Avenue of the Dead， 走了3公里吧。然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呢，还不止当时 Teotihuacan 这个城市的15%。
所以就可以想象到它有多大。那我是觉得来这里的话，真的很建议跟导游来，不管是私人团或者是大巴团，不然的话，这边很多的古迹它其实都没有什么解释，除非你之前已经研究了很多功课了，不然如果你自己来这边的话，你看到很美的神庙，看到很美的金字塔，看到很多的石头，可是你不知道它的故事在哪里。烈日当下，又不知走了多久，总算来到最后目的地羽毛蛇神庙金字塔。但要靠近这个第3大金字塔之前，得先爬上去在它前面的平台，挺陡的啊，还看到有人这样下来了。到这上面之后，其实还可以再走下去，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前面这个金字塔。羽毛蛇神庙是遗址里第3大的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的四面都装饰着羽毛蛇头的形象，被认为是阿兹特克的神。当时的人会用贝壳装饰在羽毛蛇身体的浮雕，头的眼睛上也都放置了黑曜石，当光线照射时，眼睛就会闪烁。Teotihuacan 的行程结束，肚子开始咕咕叫，只想赶快找东西吃。但是跟旅行团免不了会被带到一个地方，推销你买东西，但好处是这里有酒喝。Gracias， 可以乳白色的，这个叫 Poke， 据说是神喝的酒，很好喝哎，有一点浓郁的 Tequila 酒。啊，来到墨西哥一定要喝的，说一口喝尽的话，它是不会让你烧喉的。如果会烧喉，就是品质不好的 Tequila 酒。来试试看。没有烧喉哎，这个叫 Mezcal， 也是墨西哥传统酒。Salud！ 哇，酒精味道很重。哦，哇塞，呛鼻了。有点苦 ，Not my favorite 。甜的 Tequila 里面是有香草跟 cinnamon 的味道，连续混酒喝，我这样会不会醉倒？有杏仁的味道，有辣有甜，这还不错。OK， 这呛到了。最后一个酒叫 Choco Nostr， 试试看。哦，这个好喝。This is good. Choco Nostr。I see， 很像果汁。混酒喝到有点嗨之后，我们到附近的一家餐厅体验传统的墨西哥料理。但此时我的麦克风突然失灵，所以就让我用旁白跟手机拍的少数影片来继续当天的行程吧。我点了一道墨西哥传统的汤，里面有玉米脆条、酪梨和奶油，我忘了确切的口感，可是看我的表情，应该是喜欢的吧。就连团友之一的日本妹妹喝了也比赞，应该是好喝的。再来的主食是卷起来的虾肉 taco， 旁边附了玉米片配酪梨酱，虾的味道还蛮新鲜又嫩。不过吃完后感觉有点空虚，因为只有少少几块配番茄粒和酱料。日本美眉点的黑酱牛排她很喜欢，旁边竟然配了几根大葱当佐菜。下午跟团友们道别后，我决定在我住的地方附近走走晃晃。我住的地方在 Roma Norte， 是墨西哥城治安较好的社区，有古老又色彩缤纷的街道，也有许多咖啡厅、酒吧和餐厅。因为曾经有西班牙殖民的历史，所以街上除了有很墨西哥缤纷色彩风格的房子，也能看到很多欧式风格的历史建筑，感觉像是来到欧洲了呢。这里的环境优美，有艺术氛围，也有许多公园和绿地。我在这里漫无目的的走，思考着人生是什么。哦，不是，是享受着温暖太阳和悠闲的氛围，让从早上就走不停的我瞬间忘记疲劳，感到非常放松了呢。我来到了一个市场，跟第一天早上去的比起来，这里规模小很多，但卖的也是应有尽有，算是杂货店、商场跟传统市集的混合。里面卖的商品看得我眼花缭乱，真要一一看完，至少也要花个大半天吧。接着来到 Huerto Roma Verde， 是一个城市农园和社区空间的结合，可以参加各种农业和生态活动，还有花园、咖啡馆和市集。但走近一看，发现没什么人，旁边的商店也全都关了。是我太晚来了吗？来到入口才发现年底的圣诞假期没开，唉，看来这次与他无缘。我只好看园区的地图来过干瘾，想象自己走进园区的各个角落，感觉非常适合家庭。下次再来这就绝对要带2姐妹过来看看。
傍晚看到路上一堆人围着一个摊位，既然这么多人排队，那绝对要试一下的。看来看去也不知该点什么，就请当地人推荐，点了4种 taco 来尝尝。没座位，只好蹲在路边吃，但印象中我觉得味道普普。天黑回旅馆前，我到墨西哥的国民便利店里面买水，看到类似统一布丁的布丁，勾起了我小时候在台湾的回忆，于是二话不说，直接买一个吃吃看。吃的口感是 Nope。不论口感还是焦糖味道，都没有印象中的统一布丁好吃。然后吃到一半被路人要求合照，虽然有点莫名其妙，但隔天麦克风不罢工了，声音又回来了，耶！所以我们下期见。